这里就是比北京故宫还要大4倍的中国皇家园林——北京颐和园，也是慈禧老佛爷耗尽家财，据说花了180多亿，也要重新修建给自己颐养天年的地方。你见过小学课本当中的颐和园长廊究竟有多漂亮吗？你见过真实的慈禧到底长什么样吗？你见过关押光绪的天子监狱吗？颐和园里面究竟还有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北京颐和园，走吧。这里呢，就是慈禧老佛爷平时接见王公大臣跟处理朝政的地方，叫做仁寿殿。在仁寿殿的门口，分别摆放了一对龙，还有呢一对凤。按照古代的等级制度，一般呢都是龙在内，凤在外，而慈禧却把凤摆在了里面，龙却被摆在了外面，象征自己的权力啊比光绪皇帝还要尊贵，并且那边的那条龙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爪子呢是朝外的。据说这代表光绪皇帝两手空空，没有实际的权力。旁边的凤爪子朝下，有高有低，高的呢据说是代表山川，低的代表河流，表示慈禧手握江山大权。这里呢就是慈禧老佛爷平时居住的地方了，叫乐寿堂。这里面可是大有乾坤，普通人来了呀根本就看不明白。在乐寿堂的门前呢有6个青铜器，分别呢是鹤、鹿，还有瓶子。那么鹿跟鹤加在一块呢，就是鹿鹤，谐音叫六合，再加上旁边的瓶子呢，就是六合太平之意。慈禧家里面用的家具啊，据说大多数都是用沉香制作的，比金丝楠木还要珍贵。所以民间有传闻说啊，1两沉香相当于1两金的说法。在沉香的桌子上，据说以前呢还摆了2个大瓷盆，这个瓷盆里面呢放满了苹果和梨，这些呢可不是给慈禧吃的。专门呢是给慈禧用来闻味道的，就像是我们现在家里面用的香薰一样。据说慈禧1年光用来闻味道的苹果要用掉15万斤，洗一次澡要用100多条毛巾，都是不相同的。一顿饭要吃108道菜，分成3桌，一桌用来吃，2桌用来看。大家可千万别学慈禧啊，我们应该勤俭节约，不然再多的钱也会被败光的。这里面呢还有慈禧啊当年使用的中国当时最早的电灯之一，电灯跟发动机都是从德国进口的，并且慈禧还曾经坐过中国的第1辆奔驰汽车。看来这老佛爷啊还是特别喜欢享受生活跟与时俱进的。在慈禧居住的乐寿堂的正门口，那边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那个就是颐和园里面最有名气的石头之一，叫做败家石。它的长度呢是6.8米，宽度呢是2米，高度呢大概有将近3.4米左右。这块石头呢，它也被称之为青之秀。那么这么好的一块石头，它为什么被称为败家石呢？据说这块石头呢是当时来自房山的深山里面，是明朝米万中发现的。爱石成癖的米万中呀，非常喜欢这块石头，就决定把它拉回家。于是呢，雇了很多的民工，先修一条路。然后呢，在每隔3里打一口井，每隔10里打一口大井。等到冬天的时候啊，就从井里面开始往外打水，泼水成冰，把石头啊运到家里。可是石头运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个米万中呢，他就把家里的钱全部都给用光了。所以当时人们就把这块石头叫做败家石。那么到了当时的清朝，乾隆呢看到了这块石头啊，觉得只有皇家才配拥有这么好的石头，就把它运到了我们现在的颐和园。可这里呢，就是颐和园里面的帝王监狱玉兰堂了。曾经呢，也是慈禧太后关押光绪的地方。在这里啊，慈禧太后把光绪囚禁了10年之久。为了防止光绪逃跑，还命令下人把这里的门全部都用砖砌成了一堵墙，只留下了这个出口，并且还命令太监把守。不仅如此，还在光绪的头顶上呀留下了4个字，叫做富殿留井，就在玉兰堂的匾额之上。尤其是上面的一个井字，上面呢一个口里面没有一横，下面的口里面多了一横。有人说呢是为了整体的字迹工整，还有人说慈禧呢就是为了告诉光绪皇帝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就永无出头之日。所以井字上面是个口，不是一个日，你就是个傀儡皇帝。你说慈禧狠不狠？来到北京的颐和园，一定不能够错过颐和园的长廊。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学过的颐和园的长廊，全长有728米，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长廊。在长廊的上面绘画了许多生动的故事以及人物形象，一共有14000多幅。《西游记》《
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都能够找得到，并且据说呢没有一幅呢是重复的。在长廊的左边就是昆明湖，右边就是万寿山，颐和园的长廊就是连接福山、寿海的通道。希望你们的父母也能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很多来到颐和园的人都会问呀，这个漂亮的像船一样的建筑，它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这个呢叫青燕坊，它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轮船，船体呢是用汉白玉和青石砌成的，看着像是浮在水面。其实呀，它的下面有个2米高的底座，和湖底呢是直接相连的。最早呢是乾隆皇帝下令所修建的。那为什么乾隆皇帝要下令修建这么大一艘不能够动的石船呢？据说呢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典故。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一句话：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，是唐朝大臣魏征告诫李世民的一句名言。他把人民呀比作水，把朝廷比作船。所以乾隆皇帝让人修建大石船的寓意是：百姓不可负，江山方能永固。关注阿波，下期视频带您走进北京故宫。